鲜亮的活计，这是谁的？也值得费这么大功夫。这么大了还戴这个？他原是不戴的，所以特地做好看了，让他看见了由不得不戴。如今天气热了，睡觉都不留神，哄他戴上这个，纵便夜里盖不严些，也就不怕了。也亏你耐烦。婴儿烙子打好了没？打好了，才刚回去，姑娘在路上没碰见。你看那玉都烙上了。今天功夫做大了，脖子低得怪酸的。好姑娘，你略坐一坐，我出去走走就来。去吧。哎，姐姐，你看仙鹤。是。林姐姐，我去那边厢房找袭人。好。不想林黛玉离了宝钗后，遇见史湘云，约她来与袭人道喜，正合林黛玉心思，便也来至怡红院。袭人姐姐在哪了？听说她在池子那儿洗衣裳呢，咱们赶快找她去吧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林姐姐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的？什么金玉姻缘啊！我偏说是木氏姻缘。还没醒呢。没醒呢。才刚我碰见林姑娘和史大姑娘，她们可曾进来？没见他们进来啊。他们没告诉你什么话？左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，有什么正经说的？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。我正要告诉你呢，你又忙忙的出去了。才刚太太打发人来，给我送了2碗菜，指明是给我的，还不让我磕头，这是奇了。给你的你就吃了，这有什么可猜疑的？从来没有的事，倒叫我不好意思了。这个就不好意思了，
明儿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还有呢。二奶奶叫你去她房一下，正是为那话了。不多时，袭人到了凤姐屋里。凤姐果然告诉她长工钱之事，又让她去给王夫人叩头，又说不必告诉贾母，倒把袭人不好意思起来。我可看你如今回家还是不回家了。上一回往家走了那么一趟，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，又说在这里没着落，终究算什么？说了那么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来吓我。从今以后，我可看谁敢来叫你去。你倒别这么说，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，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，只回了太太就走。就便是我不好，你回了太太去，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，你也没意思。有什么没意思？难道你做了强盗贼，我也跟着不成？我倒是劝你正经把书念好，立身扬名，这才是你们男子的本分，也叫老爷喜欢。太太可就指望你替他扬眉吐气呢。这些话可是跟宝姑娘学的。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，也学得吊民孤玉，入了国贼路鬼之流。我并不懂，可前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？难道他们都是你说的国贼路鬼不成？这本是前人无故生事，立言述词的，原为倒后世的须眉浊物。谁想我生不幸，连穷闺秀阁中也染此风，真有负天地钟灵，玉秀之德。我并不懂，只是人这一辈子总要做些正经事，不然有什么意思？人活100岁，横竖要死，这一口气不在，听不见看不见罢了。人孰不死啊？只要死得好。那些个须眉浊物，只知道文死谏，武死战。这2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，谁知竟不如不死的好。他怎不知必定有昏君他方进谏，他只图姚明猛判一死，将来弃君于何地？他也不知必定有刀兵他方作战，猛判一死，只图一个汗马之名，将来弃国于何地？所以这皆非正死。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，这你就不懂了。那武将不过是仗血气之勇，疏谋少略，他自己无能，送了性命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？那文官啊，更不比武官了。他念2句诗，淤在心里。他只顾要忠烈之名，若朝廷稍有刺瑕，他浊气一涌，及时判死了，这难道也是不得已？可知啊，这些死的只是孤民而已，并不知大义。若此时我果若有造化，还死于此时，趁你们在，我就死了。再够你们哭的，我眼泪流成大河，把我的尸首飘起来，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，随风化了。自此啊，再不要脱生为人。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。困了，睡吧。自贾政又点了薛差，拜别宗祠及贾母，则于8月20日起身。却说宝玉每日在院中任意纵性的逛荡，真把光阴虚度，岁月空添。二爷，三姑娘那儿的翠沫来了。我们姑娘给二爷送这个来了。可是我忘了，才说要瞧瞧三妹妹去的，可好些了？姑娘好了，今儿也不吃药了，不过凉着了点。姑娘说了，园子里正是好光景，白白浪费了未免可惜。不若请二爷和姑娘们一起结社作诗，也是一桩雅事。倒是三妹妹高雅，偏我没想到。哎，要是林妹妹知道了，肯定也很喜欢。我这就叫上她一起去。林姑娘早就有人去请，二爷只管自己去就行了。八二爷，你哥请安，在后门直等着呢，叫我把这个送过来。
不消南云公请，父亲大人万福金安。南思自蒙天恩，日于膝下，还有什么？日夜还有2盆花思宜孝顺。难为他有这个心。大夫人到门上说一声，就说我知道了，把花送进去吧。好啊，你们在这里有好玩的，也不等我。你瞧，又来了一个。我不算俗，偶然起了个念头，起了几个帖试试，谁知一招接到。可惜迟了，要我说早该起个社了，是吧？你们只管起社，可别算是我是不敢的。你不敢，谁还敢呢？是吧？就是，少不了你的。这可是一件正经大事儿，大家鼓舞起来，不要你谦我让的。有主意只管说出来，大家评章。宝姐姐也出个主意，林妹妹也说个话啊。你忙什么？人还不全呢。雅的姐，嫂子来了。哎，嫂子来了。要起诗社啊，我自荐掌坛。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，可是我想了想，我又不会作诗，瞎乱些什么，一儿也忘了，就没有说的。既是三妹妹高兴，那我就帮你作兴起来。太好了，嫂子。既然定要起诗社，那咱们不就都是诗翁了？咱们是诗翁了。先得把这些姐妹叔嫂的称呼改了才不俗。好，可不，大家起个别号，彼此称呼则雅。好啊，那我就定稻香老农，再无人占的。我既住在秋爽斋，就叫秋爽居士吧。居士主人到底不恰，且有累赘。哎，你这里梧桐和芭蕉尽有，或者梧桐芭蕉起一个倒好。有了，我最喜欢芭蕉，就叫蕉下客吧。这个好，别致有趣，你们说呢？这个果然不错。你们快牵了他去，炖了斧子吃酒。这又是从何说起啊？妹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好妹妹，你就告诉我们吧。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你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吧。是啊，是啊。古人曾云“蕉叶附露”，他自称是蕉下客，可不是一只鹿了。看丫头，好了，看丫头，你就饶了他吧啊！别忙是挑话骂人，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。当时娥皇女医洒泪在竹上成斑，故今斑竹又名香妃竹。如今她住的是潇湘馆，她又爱哭，将来她想临姐夫。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，以后我们都管她叫潇湘妃子就完了。潇湘妃子，这个好，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。我啊，替薛大妹妹也想了个好的。哎，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也只3个字。是什么呀？是啊，嫂子，你就快说嘛。我是封她恒无君了，你觉得如何？也只有她配了，这个封号极好。是，以后你就是恒无君了。那我呢？你们也替我想一个。你的号早有了，不是忙3个字，再恰当不过了。是吗？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你呀，还是你的旧号，绛洞花王就好。那都是小时候的营生了，替他说什么呀？你的号多得很，又起什么？我们爱叫你什么，你答应着就是了。还得我送你个号吧？哎，是什么呀，宝姐姐？有最俗的一个号，却与你最当。是什么？是什么呀？天下难得的是富贵，又难得的是闲散，这2样再不能兼有。不想你兼有了，以后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。富贵闲人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二哥哥，我以后就叫你富贵闲人了。好，富贵闲人。好了，当不起，等随你们混叫去吧。我还是觉得他叫吴世芒好。4姑娘和2姑娘，你们起个什么号？是啊，我们又不大会作诗，白起个号做什么？虽然如此，也得起个才好啊。是啊，这也容易。你住的是紫林洲，就叫林洲；
四丫头在藕香榭就叫藕蟹完了。这个不错，就是这样好。但续迟我大，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，保管和大家的意。嫂子快说。我和二姑娘、四姑娘都不太会作诗，须得让出我们3个人去。都有了号，还这样姐姐妹妹的称呼，不如不有了。以后错了，还得立个罚约才好。立定了社，再定罚约不迟。我那里地方大，以后啊，不如就到我那儿去聚。哎，这个主意好，咱们就去嫂子那儿吧。我虽不会作诗，做个东道主人，自然也清雅起来。既要做东道，嫂子不妨就做社长吧。好，若要推我做社长，我一位社长自然不够，需要再请2位副社长。副社长就请林州、藕蟹2位学究来，一位出题献韵，一位誊录监场，但也不能拘定我们3个人不做。若是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，我们也随便做一首。你们4个却是要限定的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嫂子说的极是。是啊，想想还真是可笑呢，都依你们。这好好的，我起了个主意，倒要你们3个管起我来了。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往稻香村去吧。别忙呀，既然你急，今日不过商议了，等我再请。正是，而且这原是我起的主意，得让我先做个东道，方不负我这姓。既这样说，明日你就先开一社如何？不用等到明日，此刻就很好。今日好，今日好。嫂子，你快出题吧。你快出嫂子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就出题了。方才我过来的时候啊，看到他们抬起2盆白海棠，倒是好。我那儿也有2盆白海棠呢。那不如就以此为题吧。白海棠，哎，嫂子这个不错。林州，你来献韵，藕蟹监察。现在就开始吗？哎，都还未少，先到作诗了。不过是白海棠，又何必一定要见了才做？也是啊，古人的诗赋也不过都是即兴写情，若都等见了做，如今也就没有这些诗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既如此，待我献韵。好，快去。是首七言律，就献七律吧。七律？哎，那韵脚呢？你随口说个字来。随口说。那既然倚着门站着，那就门字吧。门字，这就有了，就用门字韵吧。对了，我去拿韵牌匣过来。哎，快去！你过来，你从这里拿4块韵牌出来。这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什么？快说！快点给我们看看！给看吗？不给看，快拿来，让我瞧瞧。这是盆。盆？原来是个盆呢。这第2个，这第2个是什么呀？让你猜。是文？不是，不是文，那一定是魂了。正是，原来是魂呀。第3个嘛。你就直接拿来给我瞧瞧吧。是什么呀？是痕。咱们啊，痕迹的痕。痕字不大好做吧？最后是个昏。啊？是什么？是黄昏的昏。昏。盆痕魂，这几个要连在一起。哎，好妹妹，盆门这2个字不大好做呢。你们俩来一下。去拿一支梦蝶香点上。是。就以这香为限，香尽时间就到了。
过了可要罚的。是啊，大家快去细细想来，写好了就交到我这里。好呀，嫂子，我们去那里吧，快去吧。云二爷送来的白海棠，你们不来瞧瞧？有什么好瞧的？不过是盆花罢了。骗你眼界高，我瞧瞧去。这个蚕丝白玛瑙碟子哪儿去了？哦，我记得给三姑娘送仙荔枝去的，还没还回来呢。家常送东西的家伙也多，巴巴的拿这个去。我何尝不也这样说？他说这个碟子配上仙荔枝才好看，叫放着。我送去，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，我就没拿回来。你再瞧，格子尽头上那一对连珠瓶子还没收回来呢。提起瓶来，我又想起笑话。我们宝二爷说声笑心一动，也笑劲到20分，折了2只桂花，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，亲自灌水插好了，叫个人拿着，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，又进一瓶与太太。谁知他笑心一动，连跟的人都得了福了。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，老太太见了这样，喜得无可无不可，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，说我可怜见的生得单柔，几百钱是小事，难得这个脸面。及至到了太太那里，太太正和二奶奶、赵姨奶奶、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，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，不知给哪一个。一见了，连衣裳也不找了，且看花。又有二奶奶在旁边凑趣儿，夸宝玉又是怎么孝敬，又是怎样知好歹，有的没的说了2车话。当着众人，太太自为又增了光，堵了众人的嘴。太太越发喜欢了，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2件。衣裳也是小事，年年横竖也得，却不像这个彩头。呸！没见世面的小蹄子，那是把好的给了人，挑剩下的才给的你，还充有脸呢。凭他给谁剩的，到底是太太的恩典。要是我就不要。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，同样是这屋里的人，谁又比谁高贵些？若是把好的给他，挑剩下的给我呀，宁可不要。就是冲撞了太太，我也不受这口气。给这屋里谁的？我因前病了几天家去了，不知是给谁的。好姐姐，你告诉我知道。我若是告诉了你，你还退还给太太去不成？胡说，我白听了喜欢。哪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，我只领太太的恩典，也不犯管别的事儿。骂得巧，可不是给了那些西洋花点子哈巴了吗？你们这起烂了嘴的，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，一个个还不知道怎么死呢。哎呀，好妹妹，这一炷香的时间了，你可得快点儿。少轻狂吧！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？那个瓶得空也该收回来了。老太太屋里还罢了，太太屋里人多手杂，别人还可以。赵姨奶奶一伙的人看见是咱们屋里的东西，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。这话倒是，等我取去。还是我去取吧，你取你的碟子去。我呀，偏取一遭去。是巧宗你们都得了，难道不许我得一遭？统共邱丫头就得了1遭衣裳，哪里今儿又巧？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？虽然得不着衣裳，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，1个月也把太太工费里分出2两银子来给我，也定不得呢。要去就快去，再见不得你不刻薄人的。别跟我装神弄鬼的，什么事儿我不知道。哼！
我还是去三姑娘那里把玛瑙盘子拿回来吧。晴雯，你等等我，我跟你一道走。嫂子，我都已经做好了，您看看。三妹妹可写好了，给我们看看。嫂子，您觉得如何？写得好，嫂子给我看看。你看看，三妹妹写的不错呀。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三妹妹都已经做好了。恒无君，你可有了？有却有了，只是不好。好妹妹，还剩半炷香的时间了，你快点儿啊！鸟有什么好看的？来不及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是袭人让你来的吗？可巧二爷在这儿呢，我是来讨债的。我们在这里起诗社，二哥哥不得空，你先别来扰他。子熙他挨了罚，回去跟你们生气去。我不是来找二爷的，我是来找世书姐姐的。找她做什么？是秋文妹妹来了，快进来呀！宝姐姐，你也做成了。宝姐姐也做成了，哎，快给我瞧瞧。哎，你的还没写出来呢，不许看。哎，了不得了，香只剩下1寸了，我才有了4句。4句。咦，香就快完了，你还坐这顶风的地方做什么呀？哎呀，可顾不得你了，好歹也写出来吧。到底是恒无君，果然极好。二爷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如今打发你给史大姑娘送东西去，这是二爷给姑娘留的粽子糖。姑娘只管交给我，我收拾好了，一顺儿去的。这是今年咱们这里新结的果子，二爷拿给姑娘尝尝。好。姑娘叫我做的活计，姑娘别嫌粗糙。快来，就等碟子了。还有这玛瑙碟子，前日姑娘说好，叫姑娘留下玩吧。宝二爷不是还有什么说的？方才可见在三姑娘那里，他们都在，说是起什么诗社，正抓耳挠腮的写诗呢。想来没话，你且去吧。是。我要看诗了，若看完了还不交卷，是必罚的。这是教下课的。三妹妹的。霞阳寒草带重门，苔翠银铺
雨后盆。雨是今生暖别尽，雪为起来了。一销魂，好诗。芳心一点娇无力，妾饮三更月有痕。莫为高仙能雨花，多情把我咏黄昏。咏黄昏。大家也来听听我吟的横无君的诗。珍重芳姿昼掩门，自携手瓮灌台盆。胭脂洗出秋阶影，冰雪招来露气魂。但即使知花尽艳，愁多焉得月楼痕。悠长白堤平清间。白地五行属白，四季属秋，用白地比作秋天，再恰当不过了。就是。白雨亭亭染幽魂。到底是横无君，果然是好诗。宝玉，你的呢？这里。秋容浅淡映重门，七节传承雪满盆。全念我的了，别念我的了。潇湘妃子，你可有了？香都快燃完了。就是，再不写出来可要罚你了。你们都有了，想必你早有了，快写出来吧。就是，快来写吧。断卷相连万眼门，这头起得好。碾冰为土，又为盆。这是从何想起来的呀？李锐3分8，这的梅花也绿魂。你也送念出来了。先生风高美，秋桂园女是啼痕。真好。娇羞脉脉同时诉，正与西风月一黄。好诗好诗，愧是潇湘妃子，灵巧别致，无人能敌。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。就是。大虾老农，快评诗。笑笑。玉是精神难比劫，雪为击鼓一销魂，这一句极为工整。还是横无君的更为妙一些。看看潇湘妃子的吧，偷来李蕊3分报，自己的梅花一缕魂。我觉得这个借字用的极妙呢。不错。我还是觉得横无君刚开头的那首珍重芳姿昼掩门更为极妙。极是，愁多焉得玉无痕，真是妙极了呢。还是潇湘横无君的好一些，潇湘妃子的好一些。还是让嫂子评吧。嫂子快说吧。嫂子快看。若论风流别致，自是潇湘这首。极是。若论含蓄浑厚，还是横无君的好一些。对，还是横无君的好一些。今日公平，横无君当魁。那恭喜横无君今日当魁了。你写的确实不错，这评的有理，
潇湘妃子当居第2吧。妹妹写诗果然也不错。可是怡红公子今日压尾，你服不服？我的那首圆不好了，嫂子评的最公，可是这横箫2首却在斟酌呢。原是依我评论，不与你们相干。这再有多说者，必罚。哎，既然这样，咱们这一社就叫海棠如何？不错，好主意。俗了点儿，但真有其事，也就不碍事了。是啊，就叫海棠社吧。那就叫海棠社吧。这边也多加点水。二爷，你可回来了？怎么这一去就是这1日呢？三妹妹起诗社，大伙儿多玩了会子。今儿有什么事儿吗？白眉赤眼的打发秋文去讨碟子。上回史大姑娘来，看见那碟子说好看，你不就说要送给她吗？怎么这就忘了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我就说嘛，心里有件事儿，竟忘了她了。哎，二爷，你忘了谁呀？好爱哥哥，你们有这么好玩的东西也不告诉我。都是我们糊涂了，当时总想着有什么事情，却想不清明。要不是我顺口问了宋嬷嬷，还不知道你们早把我给忘了。怎么会呢？过来，都是我不好，你看这不是把你接来了吗？这还差不多。你们做的诗呢？快拿来给我瞧瞧。在这儿呢。哎，且别给他诗看，先说与他韵。他后来先罚他贺了诗，若好便请入社，若不好还要罚他一个东道再说。就是，你们忘了请我，还要罚你们呢。就拿韵来，我虽不能，只得勉强出丑。容我入社，扫地焚香我也情愿。扫地焚香倒是不用，快作诗啊！好。神仙昨日降都门，种得蓝田玉一盆。自是双蛾偏爱冷，非关倩女亦离魂。秋阴捧出何方雪，雨自天来隔素痕。却喜诗人吟不倦，岂令寂寞度朝昏。岂令寂寞度朝昏。这个啊，真是不枉做了海棠诗，真该要起海棠社了。明儿先罚我个东道，就让我先要一首可使得。哎，这可更妙了，你们说呢？就是。这天晚上，宝钗将湘云邀往衡吴院安歇去。湘云灯下记忆如何涉东拟题。你别光顾着看这个，且想想你明日打算怎么做东呢？好姐姐，你快帮我想想，明日我要怎么做东，又该出什么诗题，才又新鲜又有趣呢？既开设便要做东，虽然是玩意儿，也要瞻前顾后，又要自己便宜，又要不得罪了人，然后方大家有趣。你家里牛做不得主，一月统共那几串钱，还不够盘缠呢。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，你婶子听见了，越发抱怨你了。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道也是不够，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，还是往这里要呢？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。我们家当铺里有个伙计，他家田上出了很好的肥螃蟹，前儿送了几斤来。现在这里的人，从老太太起，连上园里的人，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。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呢，因为有事还没有请。如今你只把诗社别提起，只管这么普通一请，
等他们散了，咱们有多少事还做不得的。我和我哥哥说了，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，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，再备上4、5桌果碟，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？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，你千万别多心。想着我小看了你，那咱们2个就摆好了。你若不多心，我就好叫他们办去的。好姐姐，你这样说，多多心待我了。凭他怎么糊涂，连个好歹也不知，还成个人了。我若不把姐姐当做亲姐姐一样看，上回那些家常话烦难事儿，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了。那姐姐你说，明日的诗题该如何拟呀？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。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显的韵了，若题过于新巧，韵过于显了，再不得有好诗，终是小家气。诗固然怕说熟话，更不可过于求生，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，自然措辞就不俗了。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，还是仿记真旨是你我的本等。一时闲了，倒是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。哎，有了！我如今心里想着，昨日做了海棠诗，如今我要做个菊花诗如何？菊花倒也合景，只是前人太多了。我也是如此想着，恐怕落套。有了，如今以菊花为宾，以人为主，竟拟出几个题目来，都是2个字，一个虚字，一个实字。实字就用菊字，虚字就用通用门的。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诗，前人也没做过，也不能落套。富锦有物两关着，又新鲜又大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姐姐，你快帮我想想，好歹凑足12个，我写出来挂在墙上，他们看了谁做哪一个就做哪一个，就像猜灯谜一样，由个人去挑，这才好玩。就你鬼主意多。微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减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
富贵也真侥幸，好意思是金鸟头领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干净。